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星期五啊。那么今天呢，我要去马德里。今天是那个高温预报啊，马德里就非常的热。但是呢，我也有急事，所以要去次马德里。什么事情呢？等我到了马德里再说啊。那么我现在呢是在那个阿里坎特的那个火车站。我这次坐的呢是这个叫 Ouigo 的，是一个法国的列车公司啊。那么像对面呢，我上次去奥维耶多啊，就对面现在停下来的那个是西班牙本国的列车公司，叫 Renfe 啊。那么在欧洲呢，其实它一共有像意大利的这个列车公司啊，法国的列车公司啊，还有西班牙本国的，他们都可以就是说运营的啊，就是一种算是贸易上的互相的一种合作吧啊。那我先进去了。进到车厢了啊，因为车子也要快开了。那么我现在呢已经坐上了这个列车啊，这个车里面很安静，所以我说话就轻一点啊。这个列车呢整体它是那种紫色和蓝色的风格的啊，感觉有点像那个娱乐场所。总之就是挺年轻的感觉啊。那它这个列车呢跟其他的列车略有一点区别。就是它这个列车呢是分2层的啊，就是楼下有一层，楼上有一层。那么我当然不知道它怎么设计的，但是我第一次坐的时候是坐在那个楼上的楼上的话感觉比楼下稍微要窄一点但是呢，可能这个就是它车的风格啊。阿里坎特这边呢，现在是30度啊。那么马德里这边呢，我看已经在35度了啊。晚点2点钟会达到39度啊，那是应该非常炎热的啊。湿度是21度啊，然后紫外线是非常的高啊，所以还是挺可怕的但是呢，这也没办法，对吧？因为今天有事的话，我就必须得去一次啊，我明天就回来啊，就住1晚上这里去马德里呢，差不多要有3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车费呢，差不多是在40欧元左右啊，那么单程差不多也要40欧元啊，所以应该来说也不是特别便宜的，对吧？朋友们，大家好啊！我已经到了马德里了啊。这个马德里，这个像火烤一样，热死了。我现在说一下我来这边干什么呢？就是我的徕卡镜头啊，我的徕卡镜头。我的这一支徕卡50-0.95呢，它这个遮光罩这边有一点点磨损了坏掉了，所以就是我想给它来维修一下，来给它换一个多年以前我也去那个德国换过那么在西班牙呢，就是马德里有这个徕卡 store， 所以没有办法，我只能跑到马德里来。可是很可惜的是，今天是星期4，它居然休息所以我只能够等到明天。还好我是明天下午的那个车票所以我只能等到明天了。但也没有办法，对吧？这个运气不好因为我之前查询过，问过他们并没有告诉我星期4是休息的不过这个徕卡 store 的区域呢，我觉得挺好的，是在马德里闹中取静的一个地方它让我想起了上海的衡山路什么的淮海路什么，它感觉跟那个很像我拍一圈，大家看一看。它就是这种非常多的这个绿植然后也是
比较安静的，但是呢，它又是在这个市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还是不错的。朋友们，大家好啊！现在呢已经是早上的8点啊，那我今天打算就快一点去那个莱卡中心把事情给办好，然后我就回去了啊，因为这个马德里呢，它实在太热了，就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啊，都是就也是超级热啊！你看我嗓子，就在这里住了1晚上啊，就已经这样了啊，就不习惯，太干燥了。我昨天呢住的也是这边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酒店啊，价格的话是在200欧元差不多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主要我其实也没有怎么拍过这种展现自己生活的视频啊。那因为有的网友跟我说啊，他说你要拍一点你在欧洲，你在马德里啊，不，你在那个西班牙的一些生活上的视频，就是让大家更多的知道一个现实的一个情况，对吧？那么所以我就想去这样拍但是呢，有时候会有点不太自然啊，因为向人家展现自己的生活嘛，总会有一点就是有点那么不习惯啊，好吧，那大家就将就着看它的这个酒店呢，位置还其实是挺好的啊，对面是好像一个什么摩托罗拉公司啊，还有一个什么名爵汽车吧，对吧？然后是一个这种政府中心之类的啊，这个窗还是挺大的，就住酒店没窗，感觉就有点怪。酒店其实也不怎么新了，是个有点时间年限的酒店。那么它其实就是一间房间啊，然后带冰柜的啊，那个门就是入口的门了啊。对，好在它有咖啡机啊，它有咖啡机，所以早上喝点咖啡、喝点茶什么还是没问题的。那么它有这个冰箱，对，这个冰箱里面好在它是有东西的啊，它是有东西的，你可以喝，然后它有保险箱，对，它有保险箱这个是那个熨衣服的我本来想熨的，后来也没熨。里面就是浴室浴室其实还行吧，我觉得挺好的，就挺大的但浴室的这个灯我一直没找到，好像应该是有灯的那我昨天来了到现在我也没开过灯，我看一下有没有。对，开了就这个浴室是淋浴的但是还算可以吧，我觉得挺好的本来昨天晚上我想去附近吃一下那个上海妈妈的这里有一家上海妈妈的上海菜吧，反正就是中餐看有的说还不错但实在是太热了就一点胃口都没有我今天早饭都不想吃他1楼有早饭嘛，我都不想去吃了，都觉得就一点食欲都没有。这种热就是我晚上我走在外面，我就觉得人要晕过去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我还看到有人在跑步，这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这个酒店就其实可能就是也时间太久了嘛，我也没有去住别的，就除了欧洲以外的，我就没有怎么去住别的地方的酒店了反正它的价格跟比巴黎稍微要便宜点的，对，马德里，但也差不多但是如果说200欧元你
如果去那个泰国，是不是可以住一个别墅，对吧？度假的那种，就是那种小的带游泳池的那种啊，我记得好像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在这边啊，就比如说你出行要办点事情啊，就你每一次你基本你都得住这个啊。那其实这个时间久了啊，就你已经忘记了，就已经忘记别的地方。所以吧，其实我觉得就是成本来讲呢，还是挺贵的，对吧？就即使你在这边如果不是做一个比较收入高的工作或者什么的，就是你如果想享受到，就你正常的，对吧？就享受到这个，正常的很多移民过来之前的啊，他们在国内享受的那个生活啊，那你付出的成本就很高啊。我之前看到有一个人说谁啊，反正说一个人，他说中国的很多普通人过的生活，就每天大家吃那种便当嘛，盒饭对吧？就里面有几个菜的啊。香港叫什么饭？就是香港那种街头那种什么4宝饭这种3宝饭的，我们中国叫盒饭是吧？快餐那种，然后里面有几个菜的啊。那他说，这个就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中产啊也不一定就是每天能这样去吃这个消费。我之前在海南的时候，我吃过最便宜的，确实只有15块钱，啊，它里面还有鱼，还有肉，还有鸡蛋，还有2个蔬菜之类的，还有汤啊，是很便宜的。那么，确实啊，就是如果在，比如说在就马德里这里啊，你随便出去吃一点啊，你吃个汉堡啊，什么东西的，差不多就是在10欧元左右吧。啊，我昨天晚上，就买了一个可乐，一个那种鸡肉卷，很小的，然后还有一点点薯条，就是9欧啊。但是我就吃了2口就不想吃，因为实在太热了，我就没有吃。反正在这边就差不多是这种物价，对吧？最低的话它是没有低过5、6欧的啊，好像5、6欧的东西就是在超市里面，你去买一个什么汉堡什么的，就是那种超市里面那种就是啊，所以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比较真实的啊，我觉得物价的消费情况，对吧？有些博主呢，他拍一些视频啊，他说买个面包就是0.3欧元、0.5欧元，最便宜的确实就是那种只有一个面包，是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呢，就你不可能天天就吃一个面粉在肚子里面，对吧？你总要有内容嘛，你要有菜嘛，是吧？你说你吃个披萨，其实披萨我也不爱吃，但是那个很多啊，你去看看这个披萨一块，就是一小块那种啊，那它就要3欧啊，或者怎么样，2、3欧吧，对吧？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正常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一个细节上的问题，就是我前面为什么我拿那个烫衣板，我想烫一下衣服的啊，但是我后来想想算了啊，因为我就去那一个地方，然后我就回去了啊。说白了，其实就还是懒啊。其实这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尤其是在就是欧美国家吧，我觉得啊，就是你的衣着啊，你的发型，你的就是外形吧，你给人总是要有一种比较干净啊，比较体面啊，这样别人会尊重你啊，真的真的，就我过去嘛，我一直做摄影师
所以其实我也不喜欢去修饰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反正有时候还挺享受那种就是比较怎么说，就比较随性的感觉，对吧？所以就像我家里面我很多东西我就乱丢乱摆然后我的概念是什么我每天理那么干净干什么？反正我自己记得这个东西摆在哪里，我要用的时候随便一用就好了，对吧？然后这个东西感觉很乱的时候有一种感觉但是在这里的就是在欧洲的话，我感受就不一样，就是别人就特别会关注这一点尤其是我们是不同国家或者说不同地区来的那么他们我觉得会很看重这个所以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今天你看又没有那么做那说起来就理发也是，像我这种头发长得很快1个礼拜2个礼拜吧，就肯定是要去剪一下。那么在这里的话它的理发的最低值差不多是在13欧元到20欧元之间就是比较就是低水平的那种是正常的吧，不是低水平，就正常的，就也不算贵，也不算便宜的那种然后你要是特别便宜的我以前也去过一个这种很小的，就是那种反正剪得很差他也是移民过来开的，就帮你乱剪因为他没有那个，我认为他没有职业观念他反正就给你很快的给你乱剪，剪完以后就问你收钱，那也要接近8欧还是10欧吧，大概我具体我记不得了，反正我就去了1次，后来我就开始没有去了。那如果你剪2次1个月，那你差不多也要40欧，对吧？所以这个也是个费用，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比如说我们生活在这里你总希望你每一天你比第2天要更好，对吧？你希望你要进步一点，那么你自己看到你自己整天都是一个邋里邋遢就有很多，我觉得有很多这个概念就跟那个跟我们比如说我觉得华人会有点不一样你像在那个国内包括什么台湾什么反正有很多人，对吧？就大家不是很在意这个，他觉得就是我口袋里一定要有钱尤其是就是过去的那些移民，就是老的很多移民，他觉得我反正要有很多钱我不在乎这种外表我反正就拼命的赚钱就行了当然这个肯定是要有很多钱，这个是没有错，是吧？但是我觉得就对于很多时候来讲就别人对你的看法其实是很重要的，我觉得是吧？就你作为一个新的移民，如果你要过来，你要办很多事情你有很多就是接触交际的东西，对吧？你就别人看你这个人，觉得你这个人起码他愿意想跟你讲话吧，他愿意就是搭理你一下吧，对吧？我觉得这个都是看你的状态你的情况，尤其是新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包括我们更年轻的这一代的移民，对吧？就为什么我们始终跟他们之间会有很多交流上的问题观念上的问题，我觉得新的这一代他更是要就是去能够这样大家的交流会更紧密一点，对吧？所以我说就是这种观念我就在我看来我就觉得我不那么赞同了我觉得就是还是得要注意衣着，注意自己注意自己的一些礼仪修养讲话或者说穿着打扮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对了，我们再说2句房子吧像就是像这种对面，你看他们这些房子
还有就是那边的啊，像那种房子，他们这个房子呢，我感觉啊，都挨的每一间都挨得很近的。然后呢，他们这些，它就是沿街的这种房子，这边大部分是这样，可能就是年代啊什么的就会比较早一点啊，一般都有几十年啊。如果你要买新的那种公寓啊，这种房子，那它是带那种像小区的这种概念的啊，就是有保安啊，里面有游泳池啊什么的。大部分他们很多这种房子，它就是这种沿街的，然后门就是开在马路上的，很多都是这样啊。那像如果买新的房子的话呢，差不多都要就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吧，差不多40万欧元左右啊。那最便宜的我见过的也要30多万欧元的啊，就不是马德里啊，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城市的稍微好一点的地方。那二手的房子，就这种不是二手，就是很老的这种房子呢，几十年这种当然是会便宜一点。很多我们看到中介有去推这些房子啊，但是就有的房子它就是它的这个区域就不是很安全，对吧？啊，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它这种房子，反正就有很多问题，一会儿这里要修了，一会儿那里要弄了，对吧？啊，这个也是一个问题。那我现在已经办好了，现在是那个11点钟，我已经从这个 Leica Store 出来了。然后呢，他们会给我一封信啊，就是一个收据，把这个镜头给收掉以后呢，他们会送去德国修。大致呢就是这样一张单子啊，最后他们会盖一个章的。我这个框的话已经是第2次修了这个遮光罩啊，所以呢就是我是非常清楚流程的。那么他会把你的镜头给收取以后呢，他就寄到德国的徕卡总部，因为每一个徕卡 store 呢，它都会有一个权限啊，他们能够修的东西。像这个徕卡50-0.95这支镜头呢，目前它只有徕卡德国总部能够修理，所以呢，就是他们会寄过去呢，它修的时间吧，一般差不多是4个月啊，是4个月。然后呢，他们会在email 跟你联系的，会问你啊，要不要修理的话，大概是要多少钱。那么这个镜头呢，说句实在的，这个遮光罩是非常的坑的啊，因为如果你被碰坏了，你就只能够去维修啊，所以就是这个很容易被碰坏啊，所以我就还是未来还是考虑要买一些那种就是置换遮光罩的镜头，对吧？你遮光罩万一掉了或者坏了，只要换一个就行了，也没有那么复杂啊。那么这个其实你如果自己去德国徕卡总部呢，我第1次修的话，我只花了半个小时啊。那次是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第一呢，就是我到了那个徕卡总部，然后呢，当时是有一些合作的所以呢，就是他们就很快的立刻就给你修好了啊，还送了几个快门的按钮毕竟诚意也到了，是吧？我已经到了马德里的火车站啊，现在停着的全是马德里自己的西班牙自己的那个高速列车就是renfe公司。我的那个是买的法国的那个Ouigo的票，还没来，就等一会儿。马德里实在太热了，马德里实在是太热了啊！那个之前就是这边有一个中国的一个老阿姨在马德里开的一个粤菜馆，价格也很便宜，东西也很好吃啊。本来我想去吃的，
后来过去发现它已经关门了，估计是天太热了，就不高兴开啊。今天的地面温度达到42度，体感温度是36度啊，已经很热了。然后到了现在又没有胃口啊，就什么也不想吃。上面那个餐厅啊，本来想就买点东西吃，后来一看里面全是人坐满啊，就挨得很近，人都会发热啊，所以算了啊，不想吃了，等到回家自己再搞点别的吃的。我前面呢，在那个走了很大一段路啊，就是在马德里市中心，我也拍了一些照片。就是有很多梧桐树啊。昨天我去那个Leica Store 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那边很像那个上海啊，就是淮海路啊，感觉差不多的那种感觉。就那几个街区啊，坐在那里看看，感觉还挺好的啊。我就是又有一种想搬到马德里来的感觉。然后我又走了2-3个街区啊，我就看到啊，也有很多就是垃圾乱堆啊，就马路上很多垃圾，然后有很多到处小便的那种味道啊，就市容也不整洁，反正也乱七八糟的啊。我又觉得还是算了啊。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方便啊，还有考虑到发展啊、读书啊、学习啊各种东西，对吧？肯定还是像马德里啊、巴塞罗那啊，这个是比较有优势的啊。小城的话就是比较简单啊，比较放松。很多人经常会问我啊，就是比如说移民到底有什么好啊？其实对于就是你出生在哪个国家，你生活了几十年，你是非常有感情啊，有经验啊，对吧？就有这种习惯啊。当然，这个其实是占很大的一部分的，可以说这个也是个很好的东西，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就是移民这件事情本身适合就喜欢这样动来动去，或者自己有就喜欢有自己想法，对吧？就你一会儿想这样，一会儿想那样啊，不想就是在一个地方待着的啊。我觉得应该这样讲，就不能说你去一个地方就一定会好，或者说这个地方就一定是好的，应该是用你自己就是来发现啊每个地方的好和不好，对吧？就你自己体验嘛。所以说我想说的是，就是国内呢确实有国内的很多的好处，对吧？当然也有问题，每个地方但都是有问题，也都有优点，是吧？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完全很多人如果说他移民心态只是想移民就是为了赚点便宜啊，就觉得就会很好。那这些肯定我觉得大部分会失望啊，因为首先你看到的更多的是不好的，对吗？就你在一个熟悉的地方，人的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有很多你自己已经适应的东西。其实你先看到的是不好呀，对吧？就你很多原来已经拥有的东西，你一下子到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些东西都失去了。所以你如果只考虑好和不好的话，你先体会的就是失去，就是不好啊。所以就是这个，我只能说是一种体验不能说这个地方一定好，一定不好。那有没有最好的地方？很多人说北欧福利很好，什么什么，或者说经济很好，什么。但是北欧那边冰天雪地的，是吧？大家很多人还要跑到海岛像西班牙还要跑到那些
热带去旅游、去长居，甚至移民。很多啊，在这边也有很多餐厅，就是北欧人开的，还有超市什么的啊，他们在那住了很多年，然后他们也愿意就是换一个国家去生活，是吧？所以说，如果是这么好的话，那他们为什么不一直待在那，也要移民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个人的体验啊，就是你要自己体验的，对吧？那有些人他就喜欢待在一个地方啊，一直不动。写那个《三体》小说的这个作家，他不是就一直待在中国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城市嘛，对吧？他也没有到处跑来跑去，也没有什么就是他的追求似乎不在于物质上，或者说就利益上啊，他非常注重自己的内心的世界，对吧？所以他你看他也成为了全世界大家非常就是欣赏的作家，科幻小说的，对吧？